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今天我们要聊一只很容易被市场情绪点燃的美股 Oklo， 股票代码 OKLO。 它做的不是普通电力，也不是传统核电站，而是想把小型先进核反应堆放到数据中心、工业园区和偏远基地旁边，直接给客户卖电。现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越来越像一头吞电巨兽， Oklo 的故事一下子变得很吸引人。它还没有商业化收入，股价却在50多美元，市值接近100亿美元。投资人给它估值看的不是眼前利润，而是人工智能缺电、核能复兴、监管加速和科技巨头抢电这几张门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家公司到底是在搭建下一代能源基础设施，还是被人工智能电力焦虑推高的高估值故事。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Oklo 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画面感，它来自非洲加蓬的一个地方，那里在大约17亿年前曾经发生过天然核裂变反应。换句话说，大自然自己曾经在地下点燃过一个天然核反应堆。这个名字放在一家核能创业公司身上，其实很会讲故事。人类现在想做的事，不是凭空创造魔法，而是把自然界早就存在的裂变能量，用更小、更安全、更标准化的方式重新拿出来用。Oklo 的2位创始人雅各布·德维特和卡罗琳·德维特都有很强的核能工程背景。雅各布是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Oklo 官方资料显示，他从2013年公司创立开始就一直担任首席执行官。卡罗琳是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两人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核工程环境里相识，研究的不是怎么做一个更酷的应用软件，而是一个更重的问题。核能明明可以提供稳定、低碳、高密度的电力，但整个行业为什么几十年来总是慢、贵、难建？传统核电给人的感觉像一座超级巨大的钢铁宫殿，前期审批很长，建设周期很长，成本一超支就是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普通商业客户根本不可能说自己想用核电就在旁边建一座核电站。Oklo 想换一种打法，它不是把核电站越做越大，而是想把反应堆做小、做标准化，再由公司自己开发、建设和运营，最后把电卖给客户。客户不用自己管理反应堆，也不用变成核电专家，只需要买长期稳定的电力。这个商业模式放到今天就特别有看点，因为人工智能时代最紧缺的资源，表面上是英伟达图形处理器，往深处看是数据中心，再往底层看其实是电。一个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不是普通办公室，它不能靠阳光心情好就多跑一点，风小了就少跑一点，它需要的是24小时稳定供电，而且电价要可控，碳排放也要能对外解释。太阳能和风电很重要，但它们有间歇性。天然气能顶上，但碳排放压力还在。核能的价值就在这里，稳定、低碳、能量密度高。Oklo 吸引市场的地方不是它已经赚了多少钱，而是它刚好踩在了几个叙事交叉点上。人工智能需要电，科技公司需要清洁电，美国政策想推动本土核能供应链，投资人又在寻找英伟达之外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标的。Oklo 站在这些故事的交汇处，看起来就像一家公司同时拿到了人工智能、电力、核能、安全供应链和政府支持几张牌。萨姆奥特曼的出现让这个故事更容易被市场记住。Oklo 早期进入过硅谷创业加速器，奥特曼后来投资并担任董事会主席。2024年 Oklo 通过奥特曼参与的特殊目的收购公司上市，正式进入公开市场。到了2025年4月 Oklo 官方宣布萨姆奥特曼从董事会主席位置上退下来，由雅各布·德维特接任主席。公司当时的说法很耐人寻味，奥特曼从一开始就帮助塑造 Oklo 的发展轨迹，公司也会继续探索和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企业的战略合作，包括潜在的 OpenAI 公司。
这段关系对股价很重要。Oklo 不是 OpenAI 公司， OpenAI 公司也没有因为奥特曼的关系直接给 Oklo 打包票，但在市场眼里，人工智能公司缺电，奥特曼又和 Oklo 渊源很深，这两个元素放在一起就足够让投资人产生想象空间。尤其当微软、亚马逊、谷歌、Meta 公司这些科技巨头都开始围绕核能、电网和数据中心签长期电力协议时， Oklo 的故事就不再只是核能爱好者的小圈子话题，而是变成了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链条的一环。Oklo 目前最核心的产品叫 Aurora 发电站。根据美国核管会的项目页面， Oklo 提议的 Aurora 反应堆是液态金属冷却金属燃料的快中子反应堆，最大功率水平是75兆瓦电。75兆瓦放在传统大型核电站面前不算大，但放在数据中心、工业园区、军事基地、偏远社区这种场景里刚好有意义。它不是为了点亮一个大城市，而是为了给特定客户提供长期稳定的本地电源。这里还有一个更有故事性的点，燃料。Oklo 一直强调快堆、燃料回收和利用既有核材料的能力。6月11日，公司公告里提到，位于爱达荷国家实验室的 Aurora 项目将使用从2号实验增值反应堆回收的燃料，作为第一座项目的初始燃料来源之一。2号实验增值反应堆是美国核能历史里很重要的一段实验经验。Oklo 想做的事就是把这些老一代实验留下来的技术和材料接到新一代人工智能电力需求上。听起来像科幻，但它面对的是非常现实的商业瓶颈，高级核燃料供应链非常紧张。5月底， Oklo 又被美国能源部选中，进入剩余部利用计划的高级谈判。简单说，就是美国政府手里有一批冷战时期留下来的剩余部材料，原本要处理掉，现在希望让一部分先进核能企业探索能否把这些材料转化为反应堆燃料。这个节点让 Oklo 的燃料故事更完整，因为先进反应堆最怕的不是只有客户想买电，而是项目走到一半发现燃料来源跟不上。燃料不是宣传页上的小字，而是整个核能商业模式能否落地的地基。最新的监管进展是 Oklo 股价近期重新受到关注的导火索。5月，美国核管会批准了 Oklo 的 Aurora 发电站主要设计标准专题报告。这个报告可以理解成未来反应堆许可和设计活动里的核心安全和设计标准框架。6月11日，Oklo 又宣布，美国能源部爱达荷办公室批准了位于爱达荷国家实验室的 Aurora 项目的初步书面安全分析。这个审查覆盖项目的危险分析、事故分析、安全控制和设计承诺，是美国能源部反应堆试点项目下面非常重要的安全基础文件。这两个节点很关键，但观众一定要听清楚。他们不是核电站已经可以商业发电的意思，也不是所有风险都清零的意思，他们更像是漫长通关游戏里的重要关卡。Oklo 正在证明自己可以把先进反应堆从概念、论文和宣传图推进到真实安全审查、真实建设和后续商业许可的路径上。每过一个关卡，故事就更接近现实，但离稳定商业收入仍然有很长一段路。现在看财报， Oklo 最刺眼的一层不是利润，而是收入。公司目前仍处在前商业化阶段，最新一个季度没有商业化收入。2026年第一季度 Oklo 净亏损3310万美元，运营亏损5120万美元，研发费用2700万美元，管理和行政费用2420万美元。它不是一家可以用市盈率简单估值的公司，因为分母还没有利润，甚至收入还没有真正起来。但这家公司也不是马上缺钱的状态。根据 Oklo 的季度报告，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持有现金、现金等价物和可交易债务证券合计25.37亿美元。这个数字很大，背后有一个重要动作。
公司在第一季度通过按市价增发股票项目，净筹资大约11.8亿美元。好处是 Oklo 手里有了继续推进电站、燃料和同类素业务的弹药，代价是老股东被稀释了。所以 Oklo 的财务状态很特别，它没有收入，但现金很多；它亏损扩大，但短期不是生存危机。它还没证明商业模式，却已经拿到接近100亿美元市值。这个组合很容易让多头和空头同时兴奋。多头看到的是25亿美元现金、政策顺风、人工智能缺电、Meta 公司、Switch 公司、英伟达、美国能源部、美国核管会。空头看到的是零收入、项目周期长、核能建设成本不可控、监管还没走完、客户协议有些仍然是框架性或非绑定性质。Oklo 和数据中心客户的关系是整个估值故事里最容易吸引人的部分。公司曾经和 Switch 公司签署12吉瓦的非绑定主电力协议，目标是在未来多年部署 Aurora 发电站，为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提供清洁可靠电力。这个数字非常大，大到足以让人眼前一亮。但非绑定这个词也非常重要，它代表这不是已经锁死的收入合同，而是一个合作框架。真正决定价值的是后续能不能分项目签成具有约束力的电力购买协议，并且把电站按预算、按时间建出来。Meta 公司相关项目也给了市场很多想象。科技巨头现在对电力的态度已经从我们买点绿电证书变成我们要锁定未来10年甚至20年的稳定电力。如果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和推理继续扩张，数据中心就不只是服务器机房，而是新的工业用电中心。Oklo 如果能把一座座小型核能电站部署到这些高耗电场景附近，它的收入就可能不是一次性卖设备，而是长期卖电，现金流特征会更像能源基础设施。问题也卡在这里，核能项目最难的地方不是把投资人说服，而是把监管、燃料、制造、施工、客户合同、地方社区和成本控制全部同时说服。任何一个环节延误都会让估值里的时间表往后推。对于一家还没有商业化收入的公司，时间就是成本，延误就是稀释。Oklo 手里25亿多美元现金看起来很多，但如果进入真正建设阶段，核能项目的资本开支会非常大。现在的现金给他争取了时间，但并不能自动保证每个项目都能按计划落地。再看股价， Oklo 当前价格大约在57美元附近，市值接近98亿美元，52周高点一度接近194美元。也就是说，这只股票已经经历过一轮非常剧烈的情绪挤压。高点时，市场几乎把它当成本工程智能电力时代的核能旗手。回落之后，市场开始重新盘算。25亿美元现金很扎实，但剩下70多亿美元的企业价值，买的是未来多少座电站、多少长期电力合同、多少监管确定性。用普通消费股或者科技股的估值方法看 Oklo 很容易看歪。它不是靠下个季度多卖几件衣服、多卖几台服务器来证明自己，它更像一个高难度项目公司，价值释放不是线性的，而是台阶式的。拿到一个监管节点，股价可能跳一下；签下一个大客户，股价可能跳一下。项目延误、融资稀释、政策变化，股价也会立刻被打下来。它不是稳定复利型公司，而是一张高波动的能源基础设施期权。和其他核能相关股票比， Oklo 的位置也很有意思。维斯特拉这类公司手里已经有运行中的发电资产，能直接从电价和电力需求里受益。纽斯凯尔有核监管层面的先发标签，但商业化也不轻松。Oklo 更像一个想从技术、燃料和商业模式上重写规则的创业公司。它的上限可能更有想象空间，但证明难度也更高。对投资人来说，这不是核能会不会复兴这么简单，而是 Oklo 能不能在核能复兴里成为真正能交付电力的那家公司。
这家公司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把几个原本很远的东西放到了一张桌子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核废料利用、先进反应堆、美国能源政策、萨姆奥特曼、科技巨头长期电力协议。故事听起来很宏大，甚至带一点未来感，但股票分析最后还是要回到几个非常具体的检查点。位于爱达荷国家实验室的 Aurora 项目的建设进度能不能继续推进？燃料供应能不能落实？监管节点能不能按预期通过？非绑定合作能不能变成绑定合同？项目成本能不能被控制住？股票融资会不会继续稀释股东？如果这些节点逐步兑现，Oklo 现在的100亿美元市值就会从故事估值慢慢变成项目估值，再进一步变成现金流估值。到那个时候，市场讨论的就不是这家公司有没有收入，而是每一座 Aurora 发电站能贡献多少长期电力现金流。但如果关键节点反复延期，客户协议迟迟不能绑定，燃料和监管持续卡住，那么现在的市值就会显得非常沉重。没有收入的公司，股价靠信心支撑，信心一旦松动，估值收缩会非常快。所以 Oklo 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便宜股，也不是简单的泡沫股，它更像一张压住人工智能电力时代和先进核能商业化的门票。这张门票有故事，有政策，有大客户想象，有非常强的市场关注度，但它也有核能行业最现实的难题：慢、贵、严、复杂。真正决定 Oklo 长期价值的，不是下一条新闻能不能让股价涨几天，而是未来几年它能不能把一张张监管批文、一份份框架协议变成真实发电、真实客户和真实现金流。Oklo 这场戏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把人工智能时代的底层矛盾摆到了台前。大家都在追模型、追算力、追芯片，但每一次模型训练，每一次推理请求，每一个数据中心扩建，最后都要回到一个最朴素的问题：电从哪里来？Oklo 给出的答案很大胆，把小型先进核电站带到客户身边，用核能给人工智能工厂供电。这个答案足够吸引人，也足够难。接下来观察 Oklo， 不用盯着每天涨跌，更要盯着几个能改变基本面的节点。位于爱达荷国家实验室的 Aurora 项目的安全和建设进展，美国能源部与美国核管会后续审查节奏，燃料供应路径，Meta 公司和 Switch 公司这类客户协议有没有进一步绑定，现金消耗速度，以及公司是否继续通过股票融资。只要这些节点往前走，故事就还有生命力。如果节点停住，股价就会重新面对零收入和高估值的压力。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你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